前两期我们分享了扁平足和我们髋关节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如果认真看过的同学可能已经被搞懵了。因此，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把扁平足与髋关节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对应的训练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希望可以给你捋清思路，对症练习。那么，根据我们一线教学中经常所遇到的情况，我们把引起扁平足的情况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当我们骨盆旋向右侧的时候，我们左侧的髋关节是处于一个外旋位的。此时你可以观察，我们左侧的脚就处于一个扁平足、旋前或者八字脚的一个状态，而我们的髋关节是处在外旋位的。此时你的髋内旋是受限的。那么要想改善这种情况下的扁平足的话，我们只需要提升髋内旋的能力就可以了。壶铃弓步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方法，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多次了，也非常适合这类情况的练习。第二种情况，当我们骨盆旋向右侧的时候，我们右侧足弓是被拉高的。然而，随着我们情况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右脚会出现一个旋前的代偿，也就是说，右脚也会出现扁平足、足旋前或者八字脚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髋关节卡在了内旋位。如果你的髋关节卡在了内旋位，那么我们曾经也推荐过，最好的练习方式就是仰卧夹球练习，也就是在外旋位来提升我们髋内旋的能力。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的骨盆前倾，也就是我们的重心更多的压在了前脚掌上，此时我们的双脚都可能会出现扁平足或者足弓塌陷的情况。那么针对这类情况，我们推荐最好的练习方法就是靠墙深蹲或者斜板深蹲。这个练习首先可以很好的将我们的重心后移，同时改善我们骨盆前倾的情况，进而拉高我们的足弓，是这种情况的最优练习方法。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针对扁平足的3种不同情况的分析与练习方法的推荐。如果你也被扁平足困扰了许久，不妨参照上述3种情况对症练习，相信对你的情况一定会大有益处的。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